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炯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搭载骁龙888芯片的小米最新旗舰小米11。这台机器呢，我们体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而且各个场景的测试已经测了非常多，有很多实测数据。这一期干货还是非常多的，时间可能稍微有点长啊，因为关于小米11，关于骁龙888的一切，这期视频我们全都给你讲完。不关注你看小白测评，小米11马上开始。OK， 我们桌上目前呢是摆了2台小米11，但是这次呢，小米11应该是有3个版本，一个是我手里的这台白色的玻璃版啊，直接就亮给大家看了啊，然后还有一个素皮版本，还有一个是雷军的签名特别版。虽然我们直接发的是测评视频，但是这次的开箱环节也是必须要做的，因为非常不一样。只有一个清水套，还有一张小小的说明书，非常的环保，是不带充电器和数据线的。这个盒子呢，和 iPhone 系列那个盒子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你在买手机的时候可以选择标准版和环保版。如果是环保版的话，就是像这样的，没有充电器，也没有数据线的。我知道看到这儿的时候，估计弹幕就已经飞起来了啊！无非就是2种声音。第一种啊，学苹果啊，苹果怎么办你就怎么干。然后在试探用户不常关注数码圈的，不小心选择了一个环保版，回家连充电器、数据线都没有，那还涉及到一个退换货的一个问题，你这就是很鸡贼。第二种就是，这才是真正的环保。你在购买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环保版，可以选择标准版，而且价格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。我问一下大家，1和2，你占哪一种呢？我个人觉得啊，不加钱这真的是一个好事儿，但是他一定会碰到很多不太懂的人，他直接就买了这个环保版，然后他回去之后才发现啊，原来里边没有充电器和数据线。这个时候他又跟客服，为什么没有啊？你要给我补发呀？然后客服还要跟他解释，因为你选择了环保版，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，后续的一系列麻烦。比如说你去在第三方的渠道买，他可能没有标注的那么明确，买错了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反正机圈都是这种做法了，是吧？小米再跟进了一下之后，我估计后面还会有厂商做选择的。这种做法就交给时间来评论吧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做法，可以下方留言一下啊。小米55瓦氮化钾充电器，数据线。这个55瓦的充电器体积还是非常小的，我觉得多一个充电器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儿。我只是告诉你，这个充电器还不错啊，绒布材质的，外边是布，然后里边呢是这个硅胶的，然后带一层这种软毛，不错啊，这还行。但是它下方是没有防护的啊，这种要注意。然后玻璃板呢，其实相对来说要传统一些。这个外观 ID 啊，就无需多介绍了，老早就已经泄露了啊。这个地铁上那时候我就知道是真的了，就不告诉你啊。但是拿到真机之后呢，它整个这个摄像模组的这个体积要比你想象中的大，这体积还是不小的啊。尤其是这颗1亿像素的 HMX 的这个主摄，对它的相机这次没有换，还是 HMX。在定位上呢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它是小米10的升级版本，小米11。它不是小米10 Pro 的升级版本，素皮版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工艺了啊。它在重量和尺寸上呢，参数我们都给大家打出来，是196克，轻装上阵。这次的轻有盒子方面不加充电器和数据线的轻，也有手机方面的轻，这个是不够200克的一个手机，但是它的电池容量也做到了4600毫安时，这一点上还是值得夸奖的啊。素皮版本呢，在整个它的皮质边缘呢，做了一个塑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包边吧，这个非常小，不会你用时间长了在旁边起边的这种情况，然后还压印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金属的一个结构。我觉得这次的素皮版是首推选择，因为那个雷总签名版啊，有些人是雷总的粉丝，有些人对雷总无感啊。雷总签名版那个签名好像签的还挺大的。这个镜头模组呢，值得说一下，它整个模组是一体的玻璃 CNC 洗出来的，因为它的这个主摄实在是太大了，还是再凸起了一些，所以是从侧面看的是1、2、3个坎啊。影像方面不是11的重点，不是到除了造型之外，硬件参数变都没变，搭载的是最早的那一代啊，最远的1亿像素的 HMX， 和小米10保持一致，但是好在取消了那个没什么用的凑数的景深镜头。实际表现上，11也是符合小米之前的一贯风格，色彩表现上比较艳丽，讨好眼球这个走向，即便是冬天的绿化带也拍得生机勃勃，但是白平衡表现不佳，经常容易出现偏冷的
问题，比如这组大鸡腿和牙签肉，小米10至尊纪念版看起来就要好吃不少吧。虽然这颗1像素的主摄支持像素4合1 1.6 的大像素，但是夜景表现上还是不敌小米10至尊版4合1的2.4的，只是在夜景模式下可以和小米10至尊纪念版的普通模式一战，但是在细节保留和宽容度上依然还是有所欠缺。在更极限的场景下，小米11的主摄表现就更吃力了，倒是广角的夜景表现让我们有些惊喜。这个表现和小米10至尊纪念版也差不了多大。如果你喜欢拍摄广角啊，它会是一个不错的手机。这颗微距镜头呢也出现很多次了，可玩性也不错。总体来说，因为售价和定位的原因，小米11的相机表现中规中矩，基本符合它的定位，数字系列的入门款。在整个市场4000多块钱这个价位之中的表现也不突出，还有不小的优化和改进空间。而且目前的版本之中还存在一些对焦失误等基础问题，尽快修复吧。正面打开屏幕，第一感觉就是正面和 P40 Pro 非常的像。是的，它也采用了一个4曲面的一个屏幕，但是这个弧面要比 P40 Pro 的那个要小一些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有好处，就是减少了两侧偏暗的问题，然后同时照顾了向下的手感。因为在全面屏手势的情况下呢，有一个向上返回，在这种屏幕下面 P40 Pro 那期视频里面说了，就是特别爽啊！就是你向上返回这一步，你就感觉特别爽。在4个角这种小耳朵的感觉要更加的明显一些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整个手机外边这个 R 角跟它屏幕这个 R 角它是不对称的，它是不一样的啊，要不然的话就非常容易摔坏。挖孔上它并没有采用现在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居中挖孔，所以我估计小米11的 Pro 版本应该是居中挖孔，但是这一块屏幕还是非常值得说到的。小米说的啊。可能是目前机圈最贵的一块屏幕，它是2K 加上120赫兹。这块2K 120赫兹屏幕支持 P3 色域、10比特色深，同时也获得了 DisplayMate A+ 的评级，在我们的实际感受上确实不错。6.67英寸实际 PPI 达到了430左右。核心参数上，我们的实际测试之中，手动最大亮度到434尼特，峰值亮度可以达到705尼特。色准表现上，小白测评数据库标准测试下，平均 Delta T 1.4，最高2.5也是非常出色了。我们也帮你测试了一下大家最近比较担心的这个绿屏问题。在微信摇一摇的界面下，我们手里的2台小米11在普通和 DC 调光下都没有出现绿屏的问题。同时120赫兹下开启 DC 调光，画面也没有明显的绿号问题，值得表扬。这次小米确实没吹牛啊，小米11这块屏幕很可能是很多用户到目前为止能用到的最好的屏幕啊，括弧加个之一吧。在这个4曲面的玻璃上呢，这次它是首个国内品牌啊用上了康宁的第7代大猩猩玻璃，它有一个专属的名字，我们在很早之前专门为它出过一期视频啊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就是 Victus。然后这个镜中框呢，在背部方面啊稍微有一些坎儿啊，就是在后背的划过边缘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一些它没有那么严丝合缝。上一代的小米10呢，被大家称为游戏手机啊，因为它采用的是对称式的一个双扬器，在外放效果上确实非常的好。这次它也加入了双扬器，但是它不是对称式的了啊，是这个听懂式的双扬器。但是这次它加上了哈曼卡顿的认证，就是哈曼卡顿来进行调音的。它还是不是音乐手机？我们实际放一下。其他细节部分，比如说 IMC、X 振动马达、红外、小米这一套的啊，全部都有啊，一个都不缺。就比如说 AI 超分，比如说这个720P 的这个图片或者720P 的视频，它可以给你最高加到1440P 啊，比这个1080P 还要再高一些，这是通过 AI 算法这个加上去的。这台机器呢，其实我们一开始说它稍有点急，就是它主要发力点呢是在处理器还有屏幕方面，其他方面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工艺的运用啊，尤其是在镜头方面依然沿用了 H Max 机器呢，它
888的这个属性实在是太强了。骁龙888搭载了一颗新的 2.84G 赫兹的 X1 超大核心，这颗新大核的主频并没有提升，3颗 2.4G 赫兹的 A78 和4颗 A55。GPU 方面则是最新的 Adreno 660，具体大家可以自行对比一下参数表格。CPU 在 Geekbench 5的测试下，单核1140，多核3774，相比于目前小白测评数据库里面跑分最高的865手机 iQOO 5 Pro， 单核提升达到了23%，多核提升达到了11%。初始搭载意料之中啊，比预期的偏低一些。考虑到骁龙888的 CPU 频率和上一代和865是持平的，而865这边最高出过 3.09G 赫兹的版本啊，所以2021年下半年推出超频版赚钱是基本坐稳了啊。不负责的根据865的超频表现来猜测一下啊，88的超频版本呢应该是单核可能在1200左右，然后多核依旧是在4000以内。和麒麟9000相比啊，得益于 X1 超大核的加持，单核差距12%，但是多核性能提升了1%，这个差距大概是骁龙865和865 Plus 的差距吧。如果把 A14 也加进来对比的话，不得不说 A14 依然会是2021年移动 SoC 性能的天花板。GPU 方面啊，3D Mark OpenGL 的跑分相比于865提升了17%，同时骁龙865也应该是首次在传统强项 GPU 方面作为旗舰新游低于同期麒麟新的。8500多分对上麒麟9000的9000多分，在 GFX Bench 的表现上也是如此。在连续跑分下，骁龙888的很多环节甚至还不如骁龙865。感觉骁龙888的 GPU 就真的这么拉胯吗？倒也不是啊，这和跑分模式有些关系。GFX Bench 跑分是分为屏上和离屏两种，屏上是根据屏幕的原生分辨率进行测试，而离屏则是完全按照定制的分辨率来进行渲染，更加适合单独测试 GPU 的性能，不是这个整机的。上面的连续测试，888落败865的跑分全部是屏上项目，吃了2K 屏的亏。不过肯定还有优化空间啊，问题不大。为了横向对比，我们又单独进行了 Aztec Rings 的4个离屏测试，排除持续跑分下可能造成的降频影响，但888也仅在 1080P 的 Vulkan 跑分中胜出。为啥我想说句 AMD yes 啊？不过这些测试毕竟是峰值性能，对于大家现实中长时间的打游戏，持续的稳定高频表现才是重点。或许骁龙888更持久呢，所以我们又打开了原神。在负载较重的前7分钟啊，小米11的帧率表现不是太稳定，和865的表现差距也没很大，而 Mate 40的表现可以说差一点征服了原神，这个曲线可以说非常不错了。但是在负载较轻的后半段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温度也上来了。Mate 40 Pro 因为升温出现了成段的掉帧，而小米11这边则是趋于稳定，和865也是拉开了明显的差距。所以骁龙888是打不过麒麟9000吗？这个就要结合散热来看了。在第10分钟 ，Mate 40 Pro 的最高温度来到了47度，顶部边框的温度也达到了46度，而小米11的表现几乎一样，最高47度，边框也有46度，所以小米11的游戏体验和 Mate 40 Pro 几乎是一样的，都有些烫手。但是要说明的是，小米11是2K 120赫兹的模式下啊。同时结论也来了，麒麟9000峰值性能表现确实更强一点，但是不如骁龙888来得更持久。在系统软件的综合优化上，小白测评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，小米11成为了第一个打破 iPhone 12霸榜的安卓选手啊！大家可以把666打在公屏上，成功拿下了小白测评数据库的第1名。小米在这个环节之前的测试之中啊，一直表现得不太稳定，这次888的初期调教看来还是下足了功夫。初期供货怎么样？咱们还不知道，不好抢，没关系。关注小白测评，查看频道动态，我们正在抽送一台小米11，听说3连投币点赞，中奖率翻倍哦。续航方面，小白测评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，小米11在2K 120赫兹下只拿到了小白测评数据库的中下成绩，剩余电量73%。不过在5小时重度续航模式下，小米11的表现则是提升不小，剩余电量39%，达到了中上水平，2K 120赫兹下算是非常不错了。总结一下，首发骁龙888、小米11的性能表现，目前的888和麒麟9000互有胜负，但是大家都知道新处理器首发不稳这个传统异能，等个把月调教完毕之后，我们会持续进行测试。理论上，骁龙888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，不如等到2021，我们再来看看骁龙888的表现如何，那时候就不止它一家了。因为我们测试的时候还不知道价格，我现在盲猜4299。在购买建议上呢，其实这个机器呢还是比较倾向于小米10当时那个定位的，就是一个888的守门员。
这个小米这样做了，其他家你说你再卖一个比它贵的这个机器，或者说同价位差不多的话呢，它又会被迫成为真香旗舰那种感觉。骁龙888 2K 120赫兹的顶级屏幕是小米11 V2 的亮点，中杯旗舰的定位势必不会让它变得高大全，但是小米11为明年的小米11 Pro 和11的至尊版算是打下了一个很高的基础。11 Pro 和11至尊版的屏幕肯定也是这一块 A 加屏起步了，骁龙888的调教也只会更强，没有变化的充电和相机算是保留了很大的想象升级空间。在今年下半年我们就已经实测过的小米80瓦无线充，估计得要明年见了，只是不知道到时候是否还能和小米11一样轻装上阵。在市场层面，年前就抢发888确实是一大优势啊，没有什么竞争对手，而且11也算是开创了安卓机的环保先河，不知道市场和其他厂商会作何反应？问一下大家，你有多少个闲置的充电器呢？OK 聊了非常多啊，各个方面数据已经基本上都跟大家聊完了。不过这点小飞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年前应该至少有3台888，还有一个安厂，还有一个三桑。